检测到化学进步，由白银23级升为白银25级。跨界搞科研果然不容易，压力山大呀。镜子电站。大家眼前的就是弱枪基地，我带大家兜一圈，讲讲布局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片区域叫航天镇，和火箭有关的项目都在附近。这一片是教学镇，生物、化学、通信等各类实验室都集中在这里。你们上课的教学楼和宿舍也在这片。清一色的28大杠，这简直是科学家们的基地限定皮肤，看着还有点酷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前面是军工镇，你们没有权限，千万不要擅闯，里面全是机密和绝密。大家不要紧张，军工镇经常有这种奇怪的动静，属于正常实验，习惯就好。好了，这里的布局你们都清楚了，记住别乱跑，都去忙吧。祝你们研究顺利。摸底考试，先看看大家底子。自己上来领试卷，倒计时10分钟。怎么还剩一张？都拿试卷了吧？数据建模，本科以上难度的化学，这波彻底要跪了。报告，老师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你还有7分50秒做题，迟到2分钟，扣你10分吧。考试结束，交卷。这老师是专业做定时炸弹的吧？这课上的也太刺激了。我念到名字的上来领卷子，正好我也认识一下大家。熊茂勋，给你扣10分，86分，全班第一，大家向他学习。叶丽，谢谢老师。这班花不但漂亮，实力还这么恐怖啊！宋和，加把劲儿，我尽快追上来。他就是那个发明宋核素的宋和。世界城计划那么多生物课他不选，跑来搞化学炸药，这不瞎搞吗？这下好了，
摸底考垫底，丁选估计悬了。给大家5分钟自学第1单元，学到能掌握试卷1到5题为止。找到了。学完1单元，不懂的现在提问。这道题的关键在于辅助线的构造，利用相似三角形的对应编程比例，就能轻松求出答案。果然是这样。大家放松一下，第1天课程结束。新兵营是最痛苦的，等熬过去就舒服。如果有同学实在受不了，今晚12点之前可以退课。绝不能再当倒数第1。细胞既然能合成抗生素，那是否能合成炸药成分呢？兄弟，我在防脑编程课简直如鱼得水，稳排第1。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我们班的教材竟然截取了你的太空擦窗虫论文，现在那群顶尖天才正对着你的论文抓耳挠腮，纷纷拜我为师求指点呢。失策了，我先走了，马上上课了。选编程课固然能躺赢，但那纯属嚼剩饭。只有炸药课的垫底，才能激发出真正的实力。魔鬼开卷考，范围涵盖全本教材。上来拿卷子。畅所欲言火叉药的未来研究方向。以后的卷子只会越来越变态，做好心理准备。宋河，有想法是好事，但你这生物合成炸药真的有可行性吗？报告老师，难度很大，但有一线可能。熊茂勋85分，稳居第1；叶丽70分，紧随其后；宋河43分，第24名。于老师，什么时候我们能自己做炸药呀？其实你是想做生物合成炸药对吧？基地现有的实验室根本满足不了生物合成的要求，必须向上申请组装新实验室。那怎么申请？想要申请，必须拥有整整10万积分。你现在才1万积分吧？不过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看在你小子这之前创奇迹的份上，我和尤德义老师向上级反映反映，说不定能成。谢谢于老师，拜托您了。倒数第1，今天第3名，这分明是坐着火箭上天啊！宣布2个特权：第1，提前结课能多加1000分，拿到优秀评级，直接进我的实验室做数分析，狂赚上万积分；第2个，上级决定破格选拔项目带头人，拥有专属经费、实验室。最重要的是，原本10万积分的门槛直接暴降到4万，全班仅限1个名额。我只有1万分，想在熊茂义和叶丽手里抢名额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熊茂勋和叶离的积分分别是15000和12000，你只有1万，差距不小。而且上级领导压根儿不看好你的生物合成炸药，认为那纯属把钱扔进水里。那降到4万分的意思是？没错，这次降门槛其实就是专门给熊茂新量身定制的特权。万一我积分反超，领导不会反悔吧？只要你反超，机会就是你的。顺便问一句，你教材学到哪儿了？710页。710页，750页之后全是尖端理论，总共分为3大流派。我建议你吃透一个就行。我学到现在也只会2种，而这已经是尤德义老师最得意的门生了。尤师祖会几种？他不仅学会了2种，还直接开创了第3种流派。托尔钦派的30页，这就啃完了，好像有点太简单了。见鬼，一个小摔炮算出了原子弹的威力，没算错啊？怎么回事？终于学明白了，数据分毫不差，甚至比答案更详尽。兄弟，爆个大料！我刚在食堂碰见臭毛熊了，他被你狂飙的进度吓得不轻。然后呢？为了彻底摁死你，他决定发动闪电战，今天就去申请结课考试。
宋河学到700多页了，估计昨晚已经开始碰3大流派。这么快？这小子连炸药基础也是白纸，速度这么恐怖？是个怪物。所以我决定今天用3大流派的题目，狠狠试探一下宋河、熊茂勋和叶离的深浅。行，试完把这3个好苗子全弄到我手下，给我搞火箭推进剂。这恐怕由不得您。别忘了那个4万积分的项目带头人名额，一旦拿下，人家就能自立门户了。你觉得谁胜算最大？熊茂勋和宋河这2人还真不好说。交卷，继续自学。第1名熊茂勋80分，并列第2名宋河、叶厉68分。老师，我要申请结课考试。结课考试只有1次机会，绝无补考可能。你确定？确定，就定在明晚8点。万一去实验室晚了1天，赚积分的机会就被抢走了，绝不能让这2人占尽先机。好，批准你们3人的请求。老师，关于明晚的考试，宋河，你太莽撞了。明天的考试你顶多拿个良好，但熊茂勋已经掌握了王山泽派，绝对能拿优秀。这2者相差整整4000积分。老师您放心，我也会考到优秀的。这根本不现实。明晚过后，你们的差距会被彻底拉开。第30遍数据分析，不仅和教学答案完全吻合，甚至得出了衍生推断，王山泽派彻底拿下。终于来到了至今没人能真正掌握的尤德义派。8点整，开考。这种难度的流派，常人学3、5天都未必入门，他居然只用1天就速通了，这逻辑教科书级的作答。交卷。等等，他用的根本不是托尔辛派的方法，这到底是什么鬼才推导？这小子到底在玩什么花招？连我都有点看不明白了。87.667和暂找答案完美吻合。老师，交卷。72分，良好。明明留着第1条路就能拿优秀，非要保留那个错误答案。老师，第1大题我应该是对的。正确答案就是87.667，你自创的第2条路线哪怕只差了一点点，它也是错的。不是自创，第2条路线是尤德义派的解法。尤德义派，那可是连学术界都无人能刺透的巅峰流派。我反复心算过了，托尔根派在处理数据扰动上有实打实的错误，不是我差。怎么可能？托尔钦派是全世界用了10年的经典流派，有错大家会发现不了吗？跟着我的思路走，我现场推算一遍错在哪。液相原子在凝固驱动力作用下，从高自由能转变为低自由能。这道题有托尔派看似只有1点误差，实则大错特错，真正的答案只有87.687。难道参者蛋父错了？全班第1的熊茂熙也错了？全场只有宋河1个人是对的。尤教授，这是宋河用尤德义派推翻10年经典的圈转答案的过程。好小子，就凭这个推导，你可以直接去发论文拿积分了。既如此，那考试评级则要修改一下了。最终得分则是熊茂新74，降为良好；叶厉60，刚刚及格。至于宋河，追加13分，总分85分，优秀。尤师祖，您的流派是保密知识吗？对，目前处于绝对的全保密状态。那我如果写论文，岂不是当场泄密？不会，你的论文不刊发在外界刊物上，只发我们内部刊物。内部专刊含金量很高，所以要言简意赅。月城计划定选，2万分，距离拥有专属实验室还差最后2万分了。熊茂军竟然也到了2万积分大关了，看来是一个劲敌呀。准备。地下室炸药实验室，你们无需进去，只需要在1层盯着即可。东区是材料库，有4000多种原材料和样本；西区是制备区，他们正在做今天第1款试爆炸药，5分钟后起爆。你们3个准备吧，每人1台电脑。窗口会弹出各类爆炸数据，数据一出，马上归类分析，填满下面的空缺处。总共3个炸药师组，每组独立实验，宋河负责1组，熊茂勋2组，叶厉3组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等你们处理完试爆数据并确认无误，炸药师才会调整配方进行下一次试爆。你们的工作决定了下面炸药师的工作。老师，就只有我们3个分析数据，现在就正式上岗，没有老师傅带我们。昨天还有，
今早全被你们尤德义师祖调走了。火箭那边任务紧，炸药实验室只能委屈一下。万一算错怎么办？没人帮我们验算。你们只能靠自己，下面的炸化师也只能靠你们，所以不能错。准备试爆了。放轻松，时间不急，炸药师们已经喝茶了。他们工作这么清闲的吗？你们分析数据越久，他们就越闲。老数据师在的时候，平均8分钟做完一组数据，一天下来，炸药师的骨头都能累酥。看来得尽快熟悉流程了，让他们忙起来。我得去给其他班上课了，你们继续，尽力压缩时间。20分钟一组还是太慢，试着做到15分钟一组。为了激励你们，每次数据分析奖励20积分。另外，单日数据分析总次数最多者奖励500积分。想要高积分，就得提高效率。听明白了？接着忙吧。尤老师，那3个娃娃上工了，已经干完2批数据了，第一次半小时，第二次20分钟。我让他们今天争取压缩到15分钟。你倒是真敢提目标，他们头一天上岗，哪有这等本事？求其上得中，求其中得下。我说宋河兄弟，不能乱写啊！熊熊觉得哪里错了？我没看数据，但我看你没用计算器啊。心算啊，这些数不算复杂，我心算比挨个敲键盘用计算器快。你能算得过来？98.7424开根号是多少9.93692。LN8844呢9.0874，后面还有一大串。什么情况？都拼命了是吗？好啊，奉陪到底。什么情况？之前不是10几20分钟的间隔吗？怎么突然8分钟了？难道老数据师回来了？没见，还是那3个娃娃在干活。离谱！怎么突然开倍速了？隔壁2组3组也没这么快啊，就咱们1组最忙。热闹，真热闹。之前拖太久，想必他们都等急了。现在缩短到8分钟，恢复了平时的频率。他们现在应该舒服多了吧？等等，我能压缩到8分钟，是靠了心算胶囊省掉计算器。老数据师没有胶囊，他们怎么也能做到8分钟？难道有算法上的诀窍？果然，有更简洁的数据处理法。如果打通这个捷径，缩短到5分钟不是梦。终于变慢了。数据师累了吧？刚刚那阵子8分钟出结果，老数据师也顶不了多久啊！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年轻人体力好，能一直维持8分钟的频率，那样还不把咱们累疯？以我的经验，今天就忙到这儿了，接下来会越来越轻松。人不可能一直高频工作，最忙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还是5分钟最稳。又来了！这组数据怎么才5分钟就出来了？我干了6年，没见过这种催命的速度。于教授到底找了什么怪物回来？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，这纯属瞎搞啊！那3个苗子要是能进15分钟，就是惊喜了。老侯，怎么了？新人手生慢点是正常的。慢，那是太快了，5分钟就出一组，有没有搞错？ 5分钟？于老师，这数据师到底是哪尊神仙？一个学生。于大教授急着投胎，那3个娃娃进度怎么样了？还行，手生还在20分钟左右晃悠。20分钟，那还早。暴力心算啊！这要是被尤老师知道了，又得把人给我挖走。尤老师，于安邦，出来谈谈，你刚才撒谎了吧？你想藏着这小子？这小子我要定了。尤老，您不能天天抓我的壮顶啊！这孩子是我好不容易挖来的心血，炸药研发是重中之重。于安邦，你的炸药凑合能用，但我的火箭推进剂才是核心。更何况，你就算拦得住我，挡得住向晓彤来抢人吗？放心，我不立刻拿人。这几天你倾囊相授，这小子的成就绝对在你之上。今日积分结算，叶丽
30次数据分析600积分，熊茂勋36次数据分析720积分，宋河102次数据分析，不仅拿到2040分，外加500分最高奖励，单日狂遇2540积分。今日工作结果及奖励已审核通过，狂赚2540积分，总积分22540分，排名8010名，距离4万元的项目代表人终点线，再爆肝10天就能彻底封神。熊茂叔他们现在连吃尾翼的资格都没有了。2小时到了，换组，别硬撑。熊茂勋刚赚了3000分，总分追到26170了，只差4000分，千万别被他超了。你最近几天晚上到底在干嘛？别告诉我你还在啃那个尤德义派。老师，我快学通了，今晚打算用它写个自动分析程序，以后彻底告败人工。检测到数学进步，等级成功升至铂金19级。不对，翻过这一页，后面应该还有隐藏的真理。师祖，原来您的理论竟然没写完啊！师祖，您的理论只写到一半，下面竟为什么没了？这个理论曾让我估计的站在世界巅峰，本以为再无人能懂其中精髓，这孩子才来几天，竟然一眼看穿了连顶级数据师都发现不了的断层。当初为了搞火箭研发，灵气耗尽，后来再想回头爬这座山，面前却多了一道无形的空气墙。既然你看出来了，那就由你来尝试续写。那怎么行？这可是有老您的成果呀！哈哈哈哈哈！你真要写程序？我想试试，不耽误工作。少年得志亦轻狂啊！哼，天才也要栽跟头，连专家团都折戟沉沙的东西，你纯属浪费时间。只要趁你误入起棋定，我就能在极寒榜上完成反杀。宋河，你注意点熊猫音，他在赶进度，别被他偷袭反超了。随他去，到处测试。完了完了！基地里存了上吨推进剂，一旦连环炸开，咱们直接从地图上消失。什么情况？军工阵炸了！刚才那场惊天大爆炸是军方为诱杀间谍精心准备的带毒诱饵。你的研发越尖端，身边的狐狸就越多，甚至是昨天的战友，明天就可能变成叛徒。万事小心！我竟然已经置身于大国角力的无声战场了。现有的尤德义派理论是不完整的，开启真理的钥匙从中间转开了。想成功开锁，必须亲手补足那消失的半截钥匙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老师，4代炸药的数据已经到了死军统，走不通了。说说那个叫宋河的小子吧。这孩子才华横溢，就是太天马行空了，竟然妄想续写您的巅峰理论。师祖，您的理论续写，我熬通宵写完了。这段步骤写得太简略了，我再补点儿。我今天就把炸药数据分析程序写完，不仅能还原试爆特性，还要预测微调炸药带来的变化。还原加上预测，这要是真搞出来，现有的3大流派全都要被碾压。意想不到，实在意想不到！你先把这篇论文投稿，只要程序跑通，我给你申请前所未有的天价积分。安邦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去上课，顺便帮他把论文提交了，我亲自在这守着他。好的，有老。成了，走，去实验室打实战。好，先自习，往下学40页。核心算法我竟然完全看不懂，只能帮他润写一下错别字了。他就是太狂了，跑去搞什么程序？那玩意儿是学生能写出来的？宋河不是那种无敌色势的人。等今天数据出来，我就是第一，项目带头人只能是我。叶丽，等我开了课，你选到我实验室来怎么样？来一组做完的数据。这不可能！好，一模一样。我算了15分钟的数据，他1分钟就……还没完，看预测。快，找找有没有见过的数据。这一条是前一组的试爆数据，这一条也是，分毫不差。停下手里所有活，全给我滚到实验室来看看，有好东西出来了。1分钟出结果，这是工业革命啊！坏了，我刚熟悉工作，这就得下岗再就业了。别愣着，
今天你们俩负责手算，算完让宋河用程序验算。同学们，刚刚我们炸药研发行业迈入了一个新时代。昨天的炸药研发如果是落后的小灵通，那么今天我们已经进化到智能手机。基地某位专家开发了全新的炸药预测程序，研发速度暴涨10倍，成本大幅削减。但是你们在这间教室学到的知识，就等同于小灵通维修。老师，那我们何去何从？结课考试提前到今晚，难度砍半，保证及格。考完收拾铺盖，全员转移航天阵，改学火箭。时代抛弃一个人的时候，连声招呼都不会打。尔虞我诈，两面三刀。防谍原来没有定义，全凭直觉。4万积分，排名5680。这一箱是你的私人信件，这一箱必须刷身份证开锁。恭喜，明天起你就是项目带头人了。1级能享受什么待遇？专属实验室研发项目，支配专项经费，这才1级。升到2级，津贴5万，福利翻倍，攒积分。1级门槛10万，2级20万，最高5级160万。你这次是贡献突出，基地破格提拔。你第一个项目打算搞什么？不会还死磕那个生物合成炸药吧？没错。你走这条毫无指望的野路子干什么？为了月城计划，常规炸药运载成本太高，但如果能用光合作用微生物在月球养殖提取，成本几乎为0。这根本没人走，太偏了。学院派能赢9次，野路子顶多赢1次。野路子就是要打破旧规则，对我来说，赢1次就够了。别争了，人不轻狂枉少年，由他去。这是给直系亲属用的，填上父母名字，将来出任何事，统统报销99%。感觉当上带头人之后，连1分钱都不用花了。接下来你申请实验室干生物炸药，需要什么方向的帮手，尽管说。我和你师祖手里有的是顶尖好苗子。我暂时不要帮手，先自己忙试试，忙不开再招。为什么？保密需求。我的目标是先追平单倍 TNT， 这种核心技术绝不能落入外人手里。与其花时间甄别防备助手，不如关起门来自己单干。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不过我和安邦你总能信得过吧？我们有空去给你打下手。别，这怎么敢当？安邦去帮忙时，你什么都不用告诉他，直接指挥他去刷试管当苦力就行。没错，我负责刷试管，核心技术依然只有你一个人知道。好。若枪是戈壁滩，别天天只吃红枣度日。没钱了，妈给你寄。妈，基地的伙食比饭店都好，这2张卡您和爸拿去，全国各地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。我升副校长了，全托你的福。你发表的论文已封存在校舍馆里，供学弟学妹学习。学生何德何能？元光成了我同桌，天天看算命书。他把你以前的宿舍改成了旅游景点，每天游客如是。必须先确定研发目标。16万怨念值，抢钱啊！警告：本蓝图时效仅有10天，限期内未完成研发，系统封锁6个月。6个月，真要失败了，黄花菜都凉了。1公斤藻类作为母体，依靠光合作用合成炸药，能抗太空环境16个月，3万多种，10天时间大海捞针啊！师傅，这干嘛呢？抓了个间谍。间谍偷自行车？狗东西在车座子里装窃听器。监听屁响？不对，要是高性能窃听器，能通过地面震波推断军工阵的爆炸当量和核心位置。同学，学生不能替老师跑腿，得项目带头人亲自来。我就是带头人，请坐。证件。你就是宋河？我上班2年，还是头回见着这么年轻的活神仙。抱歉，埃及领头人原则上申请不到专属实验室，只能等闲置。现在哪有闲置的？我赶时间。不过没关系，上级特批预留了一个军工镇 C88号实验室。吓死我了。抱歉，你要的设备1亿2000万，你这权限封顶才4000万，差额我自己补。根本不需要，3级大佬尤德义亲自担保，专项经费多的够买你的设备了。算你狠。抱歉。停！凡是能解决的问题，直接告诉我最终结果。你这半天一惊一乍的，我心脏受不了。我只是想说，抱歉让您久等，所有手续全部办结。唉，1级项目带头人的待遇还是太低了，得赶紧拿出点成绩，换个更宽敞的地盘。
拼了！足足改动了48对显心，居然没爆屁，还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触发了4处有效突变。老宋，你这简直是在办养殖场啊！别愣着，帮我照看着满屋子不同环境的藻类，补充营养剂。对了，有个极其严峻的消息，沙包的高能炸药研究所找到全新方向了，正在全力冲刺5代炸药，名字都提前写定，叫沙包炸药了。冲刺5代，那得恭喜他们啊！恭喜个屁！这绝对是个致命打击。上面正急着敲定炸药方案，1个月后提前发射火箭，列入月程计划的首次月表实验。一旦沙包炸药在这场国际竞赛中被选中，后续1、2年的月球基地建设都会死死绑定他们的数据。航天工程规模太大，绝不可能轻易换新炸药。就算你的生物炸药研发成功，也得再苦等1、2年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在10天内制出威力比他们更强且能自主繁殖的生物炸药。老宋，沙包研究所能这么快，是因为他们使用了你亲手开发的炸药预测程序，硬生生把100天的研发周期极限压缩到了10天。既然大家都是10天出成果，那就还有拼死一战的机会。第1步寻找藻类任务宣告完成。一滴试剂就是4位数的真金白银，万一手抖摔碎，光是想想都肉疼。人造细胞体的技术难点有2个，一是合成能进行消化反应的 RNA， 2是强行注入后藻类的存活繁衍等等。综合氨氧化菌和硝氧酸氧化菌的基因，我明白了，成了。简直像刚下手术台的重病号，元气大伤，千万别撑住！哇，什么情况？所以你这2天沉迷养藻，炸药研发有啥进展吗？排除了几十种不能用的，还剩30种苟钱残喘，有没有用还得看命。昨夜沙洲炸药试爆了，它的爆速、爆压和密度数据异常亮眼，距离超越我研发的安邦炸药仅只差丝毫。我跌落神坛已成定局，也不知道将来谁能超越这恐怖的沙洲炸药。他们沙包炸药的成本底线是多少？至少几块钱1克吧，那就在成本上将他们彻底碾压。就这满屋子河里乱飘的绿水藻，能产出军工级炸药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。这不就是一堆普普通通的绿毛藻吗？这把要翻车！半夜1点，凌晨2点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彻底毫无进展，靠头铁琼杆完全是死路一条。等等，既然找不到基因折叠的规律，为何不直接上防脑编程？看不穿哪怕一丝规律，同一物种的折叠形状也毫无逻辑，就像按心情胡乱扭曲。难道真是一场绝对随机的死局？佛祖保佑，达尔文保佑，是要将这40多条因素生生排空。排除了30多条因素，复原图塞爆了3个新存档，研发进度却仍卡在40%，寸步难进。难道真的不行吗？几天没见，怎么瘦成这样了？最强高能炸药网座挹注了，是沙洲炸药，综合威力是安邦炸药的1.68倍，一箱子顶1卡车 TNT， 甚至未来几天还能冲到1.8倍。别人沙洲炸药足足研发了2年半，你满打满算才入局1个星期，你还年轻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这张图竟然和几天前的一张废稿分毫不差，懂了。AT 与 CG 的权重差、基因链长度、物种变量、昼夜交替生物钟，完美的逻辑闭环。触发稀有状态，顿悟，数学顿悟级别暴涨至铂金40级，生物顿悟级别暴涨至铂金20级。10对全部有修改，语文跌咒体内成功产生微量硝酸3，终于成了。炸药管造，送分体。沙波真狠，威力直接干到2倍。我的安邦炸药还没大规模列装就要被淘汰了。宋河小子路子野得很，说不定真能绝地翻盘呢。他走的压根儿要就是一条十死无生的死胡同。
要干嘛？成功了吗？为什么申请真空试爆？上面飘的油是炸药，还是下面的粉末是？全是，不过分开绝对安全，必须混合在一起才能引爆。我正准备做个客级引爆，是骡子是马，炸一发就知道了。我和安邦进行试验，你站在门口看着，万一出事，你在门口赶紧摇人。需要控温或者搅拌吗？直接倒在一起，这玩意儿对碰撞根本不敏感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奇迹！第一款生物炸药被你小子搞出来了。传统黑抹药爆速才700，TNT 也不过6700多，你这直逼 TNT 了。更可怕的是，这还只是随便瞎配的比例。一旦精准控制装样密度，绝对能把沙洲团队踩在脚下。必须绝对保密。等明天搞完真空公斤级试爆，拿到月球极端环境下的实测数据，再向上级彻底摊牌。这足以颠覆行业的夺命玩意儿，到底叫啥名字？环形山炸药甚好，但目前你要考虑2个问题：第一，利润，你是准备自己开公司，还是一次性出售专利？第二，技术，你是以论文形式公开，还是先自己留着？这些要好好考虑清楚。好的，老师。这要指纹验证的，你没有录入指纹会锁死武器，乱碰直接拉响军工阵最高警报。以后有机会带你去靶场撒欢。开什么玩笑？这玩意儿长得就像我家养鱼的鱼缸，我打赌就倒贴的玩意儿，这也绝对不可能炸得响。我押8个夜班做赌注，立刻装药引爆。起爆！太离谱了！这破水藻真炸了，威力这么大，以后整个炸药行业的成本要被打成白菜价。你们猜这爆速能突破4000米大关吗？宋河，你的心理预期是多少？6800。昨天才6300，今天顶多6500。哦，超过 TDT 了！哇！第一代就威力不俗，将来绝对前景无限。这数据传出去，隔壁沙洲团队怕是要彻夜难眠了。尤氏组，昨天的问题已经有决断了。等一会儿，我们出去说。说吧，利润分成你怎么打算？我只要5%的个人利润。你钱赚够了，嫌烧手？除了我个人的，我希望再拿出30%作为科研经费。同时，我要在暗中招募一批可靠的学者，传授生物炸药精髓。至于核心技术，暂时绝对不能对外公开。好小子，你放心，这次积分绝对够你稳过月城计划定选。什么情况？系统结算8万积分超级大奖，总积分飙升至157000，全计划排名暴涨到3000多名，定选名额稳如泰山。可是距离2级项目带头人还差42000分，得再去接个大项目填补空缺。宋河，明早有时间吗？带你去见见老赵。好嘞，这次去看看老赵身体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，没准儿还能搞点针对性研究。宋河对吧？向老师好，向老师你也去东北？解释一下，你这个防脑编程的核心思路是什么？眼光太毒了，这位置就是整个炸药数据分析程序的灵魂所在，几万行代码里的命门。老师，我的推导过程是这样的：首先提取特征值。错了，你这个思路走到后面必然崩溃。为什么不考虑另外2种替代方案？别发呆，现在就尝试第1种替代方案。这是降维打击，简直是被狼王按在地上审问。最后一个子序院运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死胡同，你的思路关乎我手到一个极度重要的程序。我本以为能在这儿找到突破口，结果还是空欢喜一场，此路不通。前面的推导全都没错，问题绝对出在这最后一步。飞机落地前，我必须把它搞定。
原来如此，致命元凶在这里。别对写不出程序太纠结，那本来就是个世界级难题。老师，我写出来了。什么？前2条路必死的原因我查清了，我用威尔莫雷去面重新跑通了逻辑，杀出了一条血路。什么？去酒店有半小时车程，你把你刚跑通的逻辑填补进这个程序里。老师，5分钟足矣。老师，您敲下回车。老赵病重，估计是髌骨支离，满身插管躺在床上吧。这哪里是虚弱垂死的老赵，这分明是个硬核到极点的赛博老头。恩人来了，我亲自给你们泡茶。赵老，您这身上的高科技有没有我们能帮忙改良的地方？老赵，快把身上的先进测试装备从头到脚给小宋介绍一遍。第一，脑萎缩，虽然用药勉强止住了，但带来了重度失眠，吃助眠药没用，伴随失眠。第二就是眼球病变，根本拦不住，医生说最多1个月必彻底失明。眼球病变致盲。最后就是这副破烂机械手腿，连接脑机接口的处理速度极度拉垮，我就算做一个极其简单的抬手动作，脑子里也得狠狠发力想上4、5次。向老师，换用你们那款防脑编程软件，能把灵敏度稍微拔高10%吗？我给您一个天大的惊喜，原来我在车上极限微调的是这款控制程序的代码。这我的天！我感觉到了，我隐隐感觉到了久违的肌肉触卷。这灵敏度何止提升10%，实际上是提升了300%。这款逆天软件纯粹是宋河在来这里的路上顺手敲出来的。这是救命加再造之恩的谢礼，赶紧收下。老赵马上就退休了，这笔钱不要白不要。好，这笔钱我接了，我会全砸进生物医疗，帮您治病。小宋，我帮你评幽清结清。别，我年纪太小，根本还没资格摸这个门槛。你情况太特殊了，这么多年能在这种年纪搞出惊天大成果的天才屈指可数。上一个拥有这般妖孽天赋的，还是大2就一战成名的向老师。称号帽子对小宋来说根本无所谓，他的才华我们有目共睹。可幽清结清毕竟是极其重要的入场券，有些核心项目和顶级机会，没有这层身份，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。既然近几年不够格评选，得琢磨琢磨怎么给他搞个同等资质。不妨直接让宋河当幽精结晶的评委。啊，这步子迈的简直太离谱了。只要实力在线，谁敢多半句嘴？你现在的项目带头人等级是多少？目前还是1级，距离跨过2级门槛还差4万多积分。尽快冲刺，只要踏入2级，剩下的一切我来给你安排。谢谢向老师，为什么有一种被霸道总裁死死拿捏的错觉？加上这个，够2级吗？什么情况？赛博人现世了！老师，程序调优成功了，这灵敏度简直像他自己的腿。是啊，这种频率，普通人根本承受不了。老赵在赶在世界变黑前，挥霍人生仅剩的几场4亿。马教授，老赵那副机械腿效果极佳，您要不要也装一副？下次见面，没准我已经能自己走路了。一言为定。我得直接回公司总部准备铺货了。公司总部？你名下还有产业？研究脑神经元，搞科研最烧钱，没点经费根本赚不动。下周我打算正式发售这批机械臂和机械腿，你的程序帮了大忙，开个价吧。我可以降价，甚至可以给您一个极低的价格。条件呢？发布会的时候提一句橙黄公司，我的宋河素也快上市销售了，借您的宝地小小宣传造势一下。成交。常规心理治疗费用太高，普通人根本承担不起，唯一的破局之路只有研发平价新药。生物学等级提升至铂金27级。看看吧，合同都印好了。保
力、北工、兵工、船工，还有各省10几家建筑采矿巨头，整整20家神级企业组团。没错，你不仅拿6个点的个人净利润，还独揽34%的科研经费，最重要的是，其中14个点的天价经费由你一人拍板。师祖，您死磕火箭需要钱搞研发吗？这笔钱我这儿顾不上，你去找你老师玉安帮问问。老师，我手里有笔巨额经费，您那边需要资金吗？胡闹，哪有老师找学生要钱的道理？不过你等我列个名单，把你这笔钱分给我那些急缺资金的得意门生们吧。还有，这家新成立的合资公司，你不用管繁杂琐事，直接空降技术总监。公司未来上市的生杀大权，全凭你一纸签字。名字想好了吗？环形山公司。向老师这是在表达长期合作的诚意啊。向老师，合同签了，顺便向您请教一下脑部睡眠的研究理论。我想把老招的失眠、失明这些问题全解决了。先拿最简单的失眠开刀。失眠未必简单，这么多年医药界提了无数方案，没一个能包打天下的。这是几百个文件夹的猴子脑部睡眠原始数据，未经分析，送你了。向老师您放心，一旦有新成果，发论文前我绝对先跟您商量。提醒你一句，欧空会的团队也在研发新式安眠药，准备卖给悦城计划。你去立项时最好打听一下进度，以免胎死腹中。一天16次昼夜交替，褪黑素和皮质酸彻底失控，还要忍受充血、头疼和失重感。航天员真不是一般人能当的。欧红局竟然也盯上了这块肥肉。申报新项目立项，另外申请增加一批设备。宋研究员，你本人的实验机费已经见底了，根本买不起这批昂贵的新设备。你再仔细看看，有没有转机呢？3级代表人赵天堂直接给你划破了1亿，这买设备绰绰有余，还剩一大座金山。可是你现在的实验室早就塞得满满当当了，连放新仪器的落脚地都没了。肯定有转机，说吧。对面的实验室刚好搬迁，只要砸1000万，就能直接兼并对门，扩充地盘。办手续，兼并。宋河，这次没有任何转机了，你的立项极有可能会被直接毙掉。早有2级项目带头人抢先一步研发安眠药了，而且已经取得重大突破。上面拨给安眠药的经费极其有限，不可能再让你分一杯羹。谁规定缓解睡眠不足只能靠安眠药？我要研发的是史无前例的短眠药。短是什么原理？你得给我讲讲，我好帮你在领导面前争取机会啊。真正的领导一看就懂，根本不需要这些废话。我以后也要当领导，高层看懂了，立项直接放行。但领导有附加条件，必须跟你讲清楚3大致命困难。听完后，你要是有一丝退缩，立项当场作废。说。第一，实验材料，观察脑部睡眠必须用猴子，但最近猴子极度短缺，每天早上6点放货，论资排辈。你只是1级带头人，还在队尾，根本抢不到。你必须冲到2级带头人才有机会。还差2000多分而已，明天我就把这难关踩在脚下。第二个呢？第二，内部竞争。4I 级带头人谭希教授带领8人团队死磕了10个月，这人有20年经验，做过40多种神药，把其他团队都吓退了。我偏要赶在他研发出来之前把新药掏出来。继续。第三，欧城院横插一脚，负责这个的是高兰国的伊雷玛实验室。这3座大山，你还强行立项吗？立项，绝不撤回。3年的前期筹备，全球各类人种的绝密失眠数据，居然全盘公开，这也太嚣张了。不过刚好省了我无数心血，长达10个月的预设计，100多篇震棒论文，700多场极限推演，伊雷玛实验室的实力简直深不可测。等等，进度怎么停滞了2个月？最近3个月，所有实验猴居然全部陷入极度稳定的长时间沉睡。1个月后开香槟，我这连试管还没碰呢。不管压力多大，必须按部就班，先把证件升到2级，搞定经费。劳驾，我需要一位飞行员带我飞。哼，
小伙子，要么拿批条，要么掏证件，这里绝不收钱办事，别把绝密基地当旅游景点儿。1级项目带头人证件，够吗？领导，我带你，我飞得贼稳，选我，我号称若崖闪电，我的飞机型号新，嘎嘎快，嘎嘎稳。走，领导坐我的。你不讲武德，你揽活够多了。领导别信他，他是个半吊子。领导您坐稳，工号0788，叫我老魏就行。您去哪儿？靶场。领导，您绝对是我载过最年轻英俊的。我这架油电混合战机怎么样？稳吧？等会儿落地了，麻烦在手机上给我打个5星好评啊！给5星好评，你们就有奖金对吧？对，拉一趟货给200，但要是拉不同级别的领导，那钱就多了去了。不同级别给多少钱？1级项目带头人400块，2级1000，3级2000，4级足足3500。那5级呢？没见过，不仅我没见过，所有同事都没见过这种传说级的存在。不过以领导您的才华，将来绝对能登上5级的王座。借你吉言。这么多集水器，整片绿洲的命脉全靠这些破料布死死吊着，真够极端的。老魏，你们一天能拉多少活？咱们胃口不大，一天能拉1位2级领导就心满意足，下班睡觉。那你今晚9点来接我，我现在是1级，到晚上我就是2级。宋河对吧？有失远迎，我是翁良公。空高姐早跟我吹嘘过你的变态实力，真没想到你居然直接干到了项目带导人，我到现在还差2万多分呢。温哥过奖，造枪这块还得看你们科班出身。宋兄，今天来想玩点什么硬货？我这儿一应俱全，全给我来一遍。不过今天除了来体验一下，我还得接个活。你这儿有什么项目能让我一天搞定2000积分？一天搞定2000积分？宋兄，上万积分的项目倒是有一个，但你想一天搞定，根本就是痴人说梦。有多难？到底什么项目？改进遥控式车载机枪，枪械结构、供弹系统、供电程序全得重做，光入门就得耗费1个礼拜。我们整个团队干了1个月，才弄出一把性能极差的破铜烂铁。带路，让我去会会他。温哥又带新人来了，这兄弟看着真年轻。同学们误会了，这位是领导，埃及项目带头人。同学们好，鄙人宋河，今天来求真经。传说中发明宋河素的那个宋河，见到本尊了，医药泰斗啊！久闻大名，第一个顶刊全中文论文的大神。大家安静。好了，给宋指导展示一下遥控车载机枪的研发流程。第一步，电脑画图设计。比想象中的复杂，所以信我吧，这东西短时间搞明白是不可能的。3-5分钟确实搞不明白，至少也得花上1-2个小时。走，看第2步，枪械打印。打印出来的零件够结实吧？这种特种塑料短时间打几百发不成问题。测试通过后才会送到兵工厂进行后续材质调试。接下来真正刺激的重头戏登场。第3步，遥控机枪实弹试射，这只是手动模式，真要测试性能，得用 AI 射手。目前最好的样枪也才62分，不需要射手就能打掉这么多靶子，这明明已经很逆天了。短板在哪儿？结构需要加射速保精度，但更难的是程序。这破玩意儿规则复杂的令人发指，毫无套路，全靠纯数学公式支撑，简直反人类到极点。不就是仿脑编程吗？宋兄啊，这可是大家一点点修出来的，你这样删绝对会全盘崩塌。改程序就像治病，皮肤打斗哪能直接截肢？宋河大神，这太荒谬了，绝对不行！行了，测试一下试试，肯定能提速不少。AI 射手模式。炸膛了！程序是行得通，偏偏这机枪结构太拉垮。咱们实验室的记录被破了，炸膛了还有58%的上靶率，要是不炸，岂不是奔着60-70去了？谁能想到仿脑编程的精髓竟然是删除？
从他进门到现在才1个半个小时，1个半小时直接干碎了实验室千百次测试的极限记录。程序差不多了，赶紧找点介绍枪械结构的书来，我现学一下，试着改改结构。宋兄，把程序改成这样，已经完全可以申请顶格功劳积分了。72分太低，怎么着也得80起步才能勉强交差。哦，哪怕是绝顶天才，想学通这些也得死磕1-2个礼拜。今晚之前就能造出那把80分的满配神枪。检测到数学进步，由铂金46级飙升铂金47级。你这种业余改动，实战必然会进沙卡壳。刚上手，难免犯低级错误。下午4点全员开会，靶场届时会彻底关闭。听我一句劝，别再勉强死磕结构设计了，干脆把这种苦差事交给专业团队。虽然死记硬背了无数枪械特征，可脑子里偏偏就是差了点实操的灵感。趴好，两腿分开，脚内侧贴地。叫我布里奇特，高卢第11空降师退役。我这人只看高薪，顺便记得走时给个5星好评。你想挑什么型号？不过你都是专家了，应该用不着我这个小顾问来教你枪支结构吧？身体和枪必须保持直线，有意瞄准，无意激发。大脑像开启了上帝视角，每一根弹轨都清晰可见。你这天赋不当军简直可惜了。你以前练过机枪？大姑娘上轿头一回，零件、结构、闭锁、防跳，全都在脑子里拼上了。不打了。还挺沉。没炸汤，全程稳定输出，居然只高了2分。枪改完了，我去干饭。一个搞抗生素的专家，一下午能改出什么玩意儿？难道算算数学公式就能手搓机枪？太扯了吧！走，去看看他搞出什么花样。什么？又是一个星际记录啊！这是什么结构？怎么还塞着个小转轮？各国现役机枪我都拆过，这台机器里面连一丝一毫的血统渊源都找不到。那个打听一下，这玩意儿能换多少积分？宋大神，先别管积分了，赶紧跟我们说说，这神仙设计思路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？孟老师，劳驾您先去帮我把2级身份申报了，机场还有个飞行员等着我。各位，时间有限，我就简单讲讲。核心在于这3个原创零件，外加一套全新的导气原理，只是些抛砖引玉的想法，希望能帮到大家。20多万积分才勉强杀进前2600，排在前面的绝对都是些狠油色。妥了，坐稳喽。宋总，你看过卓别林的电影没？什么？电影里有个诡异的画面，水壶倒水，水是向上流的，你猜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飞机在空中翻了个底朝天？没错，夜间飞行最怕的就是空间错乱，产生上下颠倒的情况。要是真遇上剧烈颠簸，意识模糊，丢个东西估计也测不准。别怕，就算真飞歪了，只要松开这操纵杆，咱们这出教6立马就能自动恢复平衡，闭着眼睛都能安全落地。瞧，若江基地到了。不能睡，必须赶在伊雷玛实验室和谭西教授前面把短霉药弄出来，把睡时间点直接砍掉1节，睡一小会儿就能满血复活，这才是降维打击。基于大数据库推导，疯狂拓展化合物，画树径图盲猜药效吗？耍阴招啊！公布的全是边缘数据，最核心的安眠药数据库根本没放出来，没捷径可走了。唉，全都对短霉药毫无用处。唉。
完了，大半夜发这种消息，竟扰导师美梦了。谭希教授手里捏着一个自建的安眠药数据库，但就谭希的小心眼，绝对不可能分给你一丝一毫的数据。不过我这边可以给你提供一点，以后学脑科学时多干点活就行。这么快，才1个小时？光是挂机翻译这些破烂儿，都得熬到猴年马月。单凭我一个人梳理，活活拖到过年也弄不完。看来必须要组建一支属于我自己的实验团队了。宋河，你搞什么啊？大半夜非要跑来办业务，简直折磨人。2级？你怎么这么快就火速升上2级了？太逆天了吧！你要办什么神仙业务？我要开课，立刻。请填写一下。天亮就会出审批结果，到时候不仅能确课程能否通过，还能定下你这门课到底值多少积分。现在可是定选白热化阶段，学生们都在疯抢高分课。一旦我这门课积分抠搜，加上我资历浅，绝对门可连缺，没人来，短眠药的研发必死无疑。宋河，你得做好心理准备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？这张表仅仅比你可比提前几个小时送达，你们2人的申请惨烈撞杆，而且对手可是高在上的3级项目大佬，你只是个区2级。神奇，猴脑在清醒时那么平稳，进入梦境瞬间就暴动成这样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你就是宋河，我是谭希。我是。安眠药项目你别自个儿做了，进我团队，最后论文末尾可以给你挂个名。不去。摆清楚你的身份，你只是个2级，我给你机会是看你算个苗子，别不识抬举。谭教授，您像我这个年纪时又是几级？好，你失去机会了，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你申请开课带班了吧？同一基地绝不会批2个相同项目的班，我的课已经过了，你的绝对不批。这个宋河确实猛，但终究还是太嫩，竟敢跟谭教授您叫板。年轻人有冲劲儿是好事，但得认清现实，他的项目申请注定会被反悔。他怎么来了？大家领到手没问题，就可以散会。教室106，人数350人，我明明只填了80个，积分标准竟然是垫底的。嘿，紧挨着的后2节，2000分的差字。看清楚没有？知道差别多大了吧？哼，我的课一定爆满，至于你的课有没有人去，那就不一定。课程积分垫底，还要跟谭希贴脸竞争，哪怕只有20-30个学生报名也行。万一350人的大教室最后只来3-5个人，连个靠谱的实验助手都挑不出来，那这课就开得毫无意义了。唉，千万别只有3-5个人，这后台绝对出 bug 了吧？范陶，解释一下不遵循高斯轮廓的调桥曲线。因为在特定频度下，调桥曲线的偏离是受。凭什么教授总盯着我抓，不抓你？因为你刚才骚扰我的时候，脖子扭得像个麻花，教授又不瞎。啊！怎么回事？班花出马，绝不落空。你去问问。宋河竟然开课了，课程介绍里写着他是宋河族的发明人。这才多久没见，宋河都能开课程了。抢课，准备抢课！导师，我们正等着呢，就差最后2分钟。你们早知道怎么不告诉我？你们心里根本没我这个导师。老师去报学生的课，实在有失身份。他能当老师，我高兴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你懂不懂呀？什么情况？验证码还分大小写？才耽误10几秒，竟然就抢光了！一共才350个名额，我们都排到400开外了，绝对有人在暗中开挂。既然正路走不通，那就硬刚人脉。宋河，你不是新开了一门课吗？后台筛选学生的时候，把我、你左师兄和范学姐录进去，我们来帮你。满级大佬非要挤进新手村，不过搞大项目确实需要自己人盯着。这哪里是在选课，分明是在筛选人类顶尖大脑啊！这么多怨念值，
现在终于又有底气购买蓝图了。最高等级特殊解锁需1000万怨念值，附赠到物，系统将来神秘升级。只要研发成功，以后胶囊直接打5折，绝对值得。还差一点怨念值，看来要在课堂上薅点了。哼，280号人，这号召力堪称基地巅峰。宋河那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，等会儿开课恐怕连100人都凑不全。跟着我谭某人学药物，是你们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看这 PPT， 后面2节宋河开课，快点去抢座位吧，快点！前面空了个座，咱们往前挪点。看来是我的人格魅力感召了他们，连后排的都忍不住往前坐了。外面怎么回事？乱哄哄的。2个整栋教学流。下课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老郑教授，你怎么也在这儿挤？废话，当然是来听宋河的课呀！赶紧给我挪个地儿。借过，大家借过一下，我是宋河。你们不让我借教授，怎么给你们上课？谭教授受惊了，今天我这课人确实有点多啊。既然大家这么给面子，我宣布一下规矩：系统报名成功的坐下，旁听的撤到过道里去。好了，现在去几个人下楼把教材领上来，其他人抓紧时间调换座位，给你们10分钟。攒了这么久，直接梭哈，第一步就占了40%的进度，这恐怖的工作量，就算找几10个人的顶尖团队，借助程序分析，没日没夜也得干上半个月，真是返贫换来个烫手山芋。我倒要看看能讲出什么花来，我就在这儿等着，等这帮人成群结队离场的时候，看你今天怎么收场。翻到第18页，有电脑的开机，没电脑的拿笔，咱们实战。狂妄后生，哗众取宠。3分钟，4组数据，不仅要找出错误，还要破解疑点。时间到。第1组数据错误，第2组逻辑错误，第3组方法错误，第4组全部正确。注意神经模型的非线性激活函数，看这里的高维向量拼接。怎么可能？这些算法公式，他竟然都会！带上组里所有人，最快速度来旁听宋河的课。记住，动静小点，别让人发现。好了，下课。最后交代一句，这次作业决定课程评级，表现好的直接进我的研发团队，想刷分的主动找我加作业。既然想进团队，让考验你们表现的时候到了。这么快？这种大牛也来蹭课，还要任务吗？成全你。枯木逢春啊，这就是有帮手的快感吗？用更直接的模型处理数据，好狂的思路！这是个超级突破口，要是能通，药物研发的效率能翻几倍？怎么可能？精彩！真是英雄所见略同。玻璃墙，死路，所有的路看似通了，却全都撞在了一起。既然都到了，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娄景辉，本科清北，末世普林斯顿。我叫季天河，我弱势导师是汪太初教授。汪教授，那是我恩师，按辈分我得叫你声学长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您才是大佬。没戏了，宋老师，这套数学模型根本不存在，所有的路都是死的，每一条推导最后都进了死胡同。把你们的推导过程调出来，我看看。能试的我们都试了，确实没路了。这是……我以为他只是个搞生物的天才，这数学造诣，导师恐怕都看不透。娄景辉，你怎么了？别管我，快推下去！我脑子转得太快了，必须泄压。不行，这不符合高斯分布。死板！我们算的是药物分子，不是无规律的外部扰动。懂了。绝了！把状态映射成观测空间，构建斜平量矩阵。好像完工了。
成了，5倍！宋老师，这套分析法可以用咱们3个人的姓命名。不，我没贡献，我不能挂名。没你刚才揪出那4个漏洞，咱们早翻车了。你挂个名怎么了？我真的不行，太晚了，我得回去睡觉了。你有事情瞒着我？宋老师，您说什么呢？我就是困了。谭希是你老板吧？谭希，您早就知道了？刚才只是随口试探，没想到你这么不惊吓。从进门开始，你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，一直往门口看，不就是怕被人看见跟我坐在一起吗？也就只有谭希的人会这样了。你不敢署名，是怕跟我排在一起，身份彻底暴露，对吧？对不起，宋老师，我是谭希手下的数据分析组长。他派你来根本不是当间谍，是来免费蹭课，好回去继续给他当廉价劳动力。他全看穿了。放心，今天这件事当什么都没发生。那个，我今晚一直在宿舍睡觉，啥也没看见，啥也没听见。既然今晚你露面了，敢不敢换个活法？刚才咱们弄出来的这个东西，你觉得价值多少？绝对能引起制药界的小地震，药物建库的时间能缩短4/5。如果一个没名气的学者挂上共同一作，能不能瞬间出名？会。这篇论文我暂时不公开，2个选择：回谭希那儿，论文没你的名，但我给你钱；跳槽到我这儿，这篇论文就是咱们3个人的共同一作。压着论文不发，觉得委屈吗？不委屈。宋老师，我刚才啥也没听见，谁要敢泄密，我当场自裁。没那么严重。你会搞动物实验吗？脑波探测之类的？这个我擅长。好，通行证我来办，以后跟着我干。通行证没问题，但所有人必须类通过保密考试。另外，大型教室审批，今天有专家组回来听课考核。论人气我没问题，但论讲课的实战经验，谭希的底蕴确实有点麻烦。向教授，各位专家，欢迎欢迎。什么情况？老谭今天有点不对啊！嘘，看后面，黑衣人来了。同学们，这个模型的精妙之处就在于，大家说是不是很有趣？是有趣。下一课轮到那个叫宋河的年轻人了吧？他要是能拿到谭希1半的分数，就算他走运了。毕竟是新人，待会儿多给点鼓励分吧，别让他第1天就转行。怎么回事？这些人全是冲着宋河来的。嘿嘿，宋河的魅力这么强吗？竟然有这么多学生！满了。这阵势要把350个座位的教室挤爆！打分吧，30分的课堂互动可以打了。是向老师，他竟然也在专家组里，这下得好好表现。昨晚的作业非常更重要，今天的实战课更抢答情况，直接选拔第1批人进我的实验室。打分吧，我觉得没有任何悬念了。集合开会！从本周起，1个月内必须给我完成这个项目。季天河，你给我做好监工。欢迎诸位科研精英加入我的团队。动物试验组由娄景辉带队，负责脑部实验；数据分析组由吕承恩带队，建立数据库。另外，凡是有贡献的，全部论文署名，只要项目盈利，人人都能领大额报酬。这地方比我想象的还要热闹。这么多猴子，还有小白鼠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这些动物够不够用。谭教授，这么巧啊！祝你好运。剩下3只猴子和20斤小白鼠，我全包了。未知脑波，全新神经编码。人类对脑波的认知早就固化了，如果真能挖出这些，绝对是打破铁律的神级成果。借鉴前人的顶级论文，必须在数据海里揪出未知的脑波。
今天结课大考到了最终筛选团队人才的时候了，希望他们不要太让我失望。领猴子，老大，这进度一天起码得用10只猴子吧？从今天起，咱们每天拿15只配额。不是还有谭希吗？不用担心，谭希今天大概率来不了。怎么可能？没人？火箭鬼这辈子都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。干活，挑最强壮的拿。结课考试认真做，不要交头接耳。考试结束，停止答题，交卷。算上实验室里的熟练工，最终达标的只有区30人，人手还是不够啊。对不起，老师，我们有点事儿耽误了，能补考吗？正好，给你们留了题。谢谢宋老师，谢谢宋老师。交完卷先别走，回座位稍等一下，我现场改。季天河过来，94分，优秀。你帮我发卷。补考优秀足足20人，加上之前的30人，50人超强科研战队，当场满编。长话短说，你们的情况我大体了解，我将成立第3个综合研究组，组长季天河，考到优秀的20人直接入组，明早开工。落选的人可以把专长履历发给季天河，有真才实学的也可以入职城隍公司。谢谢宋老师。老大，真有未知新脑波吗？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摸到啊！季天河，你怎么看？让我们干啥就干啥，一切听老师安排。瞧瞧，这就叫觉悟。别担心，我早就联络了一位神秘大能，对方承诺会送来一份顶级神装，一旦到货，脑波研究必赢突破。快递！这到底啥玩意儿？莫非是纯水？难道是某种神经药剂？喝完能增强脑波？人造脑虫，微米级，液体里全是高浓度的机械活物，它们内置的传感器会全先电无死角监测脑活动，还配着这个数据收集器，可以实时读取。这只金属怪物有50-60微米长，能自主移动，带微型传感器，突接清神经系统，能直接入侵神经系统。竟然这么高级！全员干活，上新装备！出画面真快！这些绿点就是人造脑虫，它们正在绘制整个猴脑的地形图。天哪，现在的前沿科研竟然这么狠！全面开工，持久战正式打响。这玩意儿就像老式电视的雪花屏，直接把所有的真相都给彻底掩埋了。不知道，要想找新脑波，只能自己从这堆数据里刨出规律。全部注意看猴脑里的涟漪，这些微波，要么是脑细胞在发挥余热，要么就是脑虫和环境的纯粹噪音。今晚咱们把这堆脑波的规律彻底扒出来，再做一个专门剔除噪音的程序。明白，明白。降噪程序搞定了，又挂了。每只猴子的脑波完全不同，这根本毫无规律可言。一定有，只是藏得很深。今天到此为止，大家先回去休息，这里交给我。原来如此。好，赶紧起来接活！怎么了？你找到降噪规律了？马上就能挖出来了，但必须现在马上去给我搞一台高功多功能3D 打印机，快点去！相信我。老季，你们当时检举谭老板的时候，难道宋老师私下给你们承诺了？压根儿没有，没人撑腰你们就敢直接掀桌子，万一宋老师不要你们，你们怎么办？当时是已经失控到极点，我们也没办法了。谁知宋老师竟然主动收留我们。宋老师胆子是真大，所以我以后会在宋老师这里认真对待每一场实验。不过，眼下这个致命难题，我极其怀疑我们现在的实验方案
根本行不通。绝对是一条死路。每只猴子的噪音纯属随机，以人类现有的科技水平，根本摸不到半点门道。宋老师这次绝对误入歧途了，我们区区几个人，怎么可能轻易完成？宋老师之前赢得太顺了，现在有点盲目追求速胜了。哎，对花、范桃这儿呢。怎么样，宋老师是不是已经被那些猴子逼得彻底放弃了？放弃？为什么要放弃？宋老师今早不但没放弃，甚至亲口宣布取得重大突破了。什么？不仅如此，他还让我去申请了一台高精度 3D 打印机，估计这会儿都已经送达实验室了。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宋老师竟然熬个夜就硬生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？老师，你要印什么？这型号我用过。对，杂活交给我俩就行。那好，打印个猴脑模型出来。干活吧，测数据。这怎么测？验证成功，人造脑虫自带传感器，会彼此干扰，产生大量噪音。接下来我们只需两相比较，就能彻底排除噪音。找到了，深睡时的特殊脑波是极度微弱的高频间歇波，唯有从浅睡跨越到深睡的那短短1分钟内，它才会跳动。这就像一个终极开关，彻底激活了大脑的深睡模式。老师，要不要给新脑波命个名？叫宋河波实在太俗，叫深睡波又毫无新意，就叫弱枪波。咱们来弱枪一趟，也给这片土地回馈点世界知名度。好，你们也尽赶快测出弱枪波的编码方式，争取也拿先一座。逻辑全闭合了。前2步建立数据库和寻找特殊脑波，全都是在为最后观测脑波寻找新药铺路。未来半个月，咱们的任务就是不断的测猴子的睡眠数据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要让弱言波在实验数据中立竿见影。除了缩短睡眠，还有一个决定成败的致命标准，猜猜是什么？绝对不能影响猴子的活力，不能出现萎靡怪象。答得漂亮，咱们现在就开干。看看现在外界发生了些什么事儿。这也太疯狂了吧！果然，全篇连我的名字都没透露半个字。如果是内行看论文，肯定知道是我。但对不看论文的普通网民来说，根本掀不起波澜。哼！睡眠质量极佳，甚至极难叫醒，这玩意儿想想都后怕，简直就是致命漏洞。全体注意最新一期的《细胞》杂志，这3篇论文极其有意思。第1篇的新型分子数据栓刺法，第2篇发现的弱氢波，第3篇虚实时间编码，含金量简直爆表。不愧是威震全球的顶级实验室，能在极短时间内榨干新论文的核心价值。这份毒辣的科研眼诀确实厉害。以上全是开胃菜，真正的恐慌来自这3篇论文的作者栏，领宗人士宋河，能在短期内砸出这么多重磅炸弹，这说明他的研发极有进入尾声了。一旦被抱存先机，我们的长期心血将彻底沦为废纸。从现在起，全员搏命加班，率先抢下太空计划的天价订单。这群老外的推理过程简直错得离谱。真正的决战时刻彻底降临，接下来绝不能再有丝毫保留，必须亲自下场疯狂推进实验进度，把研发速度拉到极限。小菜一碟，非常好，接着忙吧。连睡8次，搞什么鬼？明明没用力啊！老大，你发什么愁呢？吸负压失败8次，我彻底无语了。这算什么难事？厉害，大功告成！不妙，这个制射器半天来压根没换也没擦过，上面全是我的口水啊！有时候人知道的少一点反而更快乐。
老大都站了4个小时了，这是在面壁思过？扯淡，这明明是达摩参禅，估计马上就要遁入空门了。难道他在憋大招？等会儿会不会突然拍手宣告新药诞生吧？别逗了，神仙也不可能看一眼墙就凭空捏出新药来。集合开会，路线大概摸清了。从数据看，离终点只差临门一脚。接下来严格按照我指定的名单做测试，多余的废药一律砍掉。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开干！老大，这是……快接着继续测。下一批，拿去测。面壁几个小时就能省下几个月的试药期，纯属瞎搞吧？撑住，老大从来不坑人。稍等，看看另外2组的情况。现在尝试 G990 号、1877号和 C301 号，按照不同比例混合。快！确认只混这3种，不再是其他的了吗？是要成功了吗？动作快！弱枪波！我这边也出弱枪波了！我这里也有！老大，出现弱枪波了！快写数据。再加一点点浓度的 D201试剂，浓度偏度做10组，干活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。4号，很好，药物成分敲定，接下来立刻转入后续观察。范桃，你死盯猴子的脚环；老警徽，你给我盯死猴子的食欲。季天河，统计睡眠缩短时长，严查爆头现象，明白没有？就叫短棉片，保健效果一目了然，还是长面的反义齿，多吉利！稳操胜券，近1个月的努力，总算熬出头了。老大，脚环运动量不变，食量不变，毫无异常举动。每只猴子的平均睡眠硬生生砍掉了2小时以上。诸位辛苦，大家先放松几天，攒攒相关的论文，等我拿去申请结案和国际专利，敲定生产公司再说。维克多吃海外老本，忠诚存疑，淘汰。戚高达靠暴力烧钱，水平欠佳，淘汰。红丘柳管理极差，险些引发泄露事故，淘汰。栾飞跃的新项目稳扎稳打，必定圆满完成。可宋河手里的项目太扑朔迷离了，相比之下，选栾飞跃稳如泰山。宋河现在唯一的优势，居然只有这张帅脸。等等，我醒醒，这可是选拔顶尖科学家。怎么，经费不够来化缘，还是人手不够来借人？我来项目结档。你这新项目才刚开头几天，搞什么结项？我出手何时磨叽过？赶紧拿手续。3天内完成初审，过关就直接发积分。定选到底什么时候截止？大概春节前后出结果。不过你根本不用操心，你的积分闭着眼也能晋级。那如果我团队里的人过年排不进前5000，是不是就要被踢出基地？我该怎么保住他们？没有编制，直接走劳肉弹品，吃喝拉撒做实验统统自费。要想留人，只能挂个外聘专家的名头。这太简单了，我自掏腰包给他们发工资不就行了？只要钱给够，一切好说。多谢领导指路。两人积分本来咬得很死，可宋河居然神速结项，一旦初审通过，积分绝对碾压，选他简直毫无悬念。为什么潜意识里偏向这个大帅哥，连我自己都搞不懂，但就是暗爽。蓉蓉姐，我来结项，项目出奇的顺利，已经提前做完了。蓉蓉姐，
今天除了结项，还有件终生大事，必须求一求您。太客气了，能办的事情我绝对给你办。听说上级要交一份年终报告，举荐优秀带头人，这关系到一个逆天改命的机会，我想要这个名额，以我的实力，完全有资格，对不对？蓉蓉姐，出什么事了？对不起，你来晚了一步。睡眠时间断崖处缩短，初步验收通过，马上去总务楼办最终手续。短眠片这东西太恐怖了，你小子马上要变成超级巨富。签吧。第一份，短眠片的生产销售权彻底归属我。成华公司继宋和素后，又有一台超级印钞机了。第二份，核心技术绝对保密，直接扼杀仿制品。月城计划5年内所需短眠片，需免费优先供应，每月上限5万人份。苛刻是苛刻了点，但前期场地和试验猴全靠国家砸钱，吃水不忘挖井人。何况这点成本简直就是9牛1毛。办妥了，多谢蓉蓉姐。晚上请你吃饭庆祝一下。下次一定，我得赶去机场找韦礼群敲定生产大计。我去，这奖励太疯狂了吧！老师，这么巧，我难得坐次飞机，竟然又能遇到你。只能说太巧了，老师，我坐飞机肯定比您少。恭喜您一夜暴富啊！最近手机里全是神经元公司的新闻。一夜暴富又一夜返穷而已。总务楼最近在写年终报告，每人要举荐10名优秀学者，看来你连名单都没见过。那你处境很悬，这事暂时还是机密，年后公开你自然会知道。短眠片的进度怎么样了？刚结项，这趟就是去找城隍公司董事长韦礼群交接。恭喜你，也要迈入超级富豪的行列了。老师这趟出差也是为了公司业务？不是，去找老赵换一套全新触觉模块的神经元机械手，顺带拿你的短眠片去缓解一下他的痛苦。算算时间，老赵现在估计快彻底失明了吧？我想帮他做人造眼球，希望老师能给点专业建议。迟了，饭要一口一吃，你可以先做眼角膜。国内足足有400万人排队等候移植，每年能成功的却不到1万，缺口大的令人发指。韦董，短眠片的底牌我都交了，绝对的王炸。好，我也有个超级喜讯，因为世界抗生素危机，你那个宋和素的审批一路绿灯，最快春节期间就能正式杀入市场。这速度，同行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。还不止，做短眠片的进展同样神速，咱们干脆把这2大王炸产品放在春节发布会上同时亮相，给全行业来个双重震撼。升级了，这画风怎么像极了双11逼人剁手？还有这抽奖机怎么变许愿池了？吸收怨念值的敏锐度也提升了。宣布个事儿，短眠片涉及商业机密，近几年绝对不能发论文。不过电子合同48小时内会发到各位邮箱，奖金这些签完字马上到账。谢谢宋老板。啊，怎么突然又要跨界搞实验了？这跨度也太离谱了吧！别用那种眼神看我。既然我们能做出一种，那么我们能就将其他项目做好，有信心吗？哎，现在所有人马上去图书馆查资料，3天后全员中考，只有及格的人才有资格拿到进入春节研发团队的入场券。春节过年居然不让回家？我不打算回，你们随意，在实验室里做实验，其乐融融，岂不美哉？拼图，只要3天内把题本拼出个大概，人造颈角膜的知识储备绝对绰绰有余。开工！干嘛？好家伙，这几天你去哪儿了？天天不见你人影，莫不是去……想什么呢？我天天泡在实验室呢。这么拼，春节定选马上就要出结果，你的排名够晋级吗？我勉强保底，你什么情况？我简直要吐血！
本来以为冲进前5000稳操胜券，谁知这几天竟然被挤到了5500名开外。大家都在疯狂内卷，我也是拼了老命才勉强维持住名次。你勉强维持在多少名？2400多名。滚啊！这叫勉强维持！你这变态！再见。难度跨度这么大，这本未来神级题本终于露出它恐怖的真面目了。细胞外基质结构、生物墨水、藻酸盐、泪液、防水、趋光力、2层结状上皮，这都什么跟什么？有个别题目已经完全进入知识盲区了。真累啊，做了这么久，题本勉强才做到100页，崩溃啊！后面的题目越来越离谱了，大片大片纯化学的知识，既然题本上列出来了，那肯定用得到。我真是给自己找了个难干的活儿。终于破案了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暂时填不了了，想填上这些，恐怕得去实验室里见真章。小小一个模，至少300本相关书籍，老大留的考试时间也太紧了。叫苦归叫苦，别想退出，跟着老大做项目，轻则上顶刊，重则搞出改变世界的产品，挤破头都抢不到的机会，背吧。老大看的书越来越奇怪了，他怎么跑去旅行游记去了？我有点慌，今晚可就要考试了，老大到底要给咱们出什么题？太离谱了！难道他想寒假出去旅游，让咱们考游记？是不是烟雾弹啊？谁去刺探一下情报，看看老大具体在学什么？不可打草惊蛇，美人计最隐蔽，派个美女过去。看我干什么？对华同志，给猫脖子上系铃铛的重任交给你了。你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你畏畏碎碎的蹲在这儿干啥？以左高明为首的胆小鼠辈们派我来刺探情报，看看你在学什么书，压压今晚的考试题。为什么看游记？你要去旅游？这本书一个徒步探险家写的，里提到了很多美洲稀有植物，里面有我需要的品种，回头用得到。美洲的植物和咱们做的实验有关系吗？关系密切，但你们不用学，我学就够了，考试也不考这些。我刚才看见老大了，他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，偷偷的看着一些关于美洲植物的书。美洲的植物？老大到底在研究什么？不会是研究中草药吧？中草药能做角膜，有点离谱了吧？看不懂，但大为震撼。老大像外星人，我总感觉他知道点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东西。废话，老大的论文阅读量你能比吗？他知道的不比咱们多，怎么当老大？聊天，看来都学好了吗？晚上7点，航天镇一教106，咱们考场见。既然大家学得不错，今晚给大家上点难度。别啊，老大，我们没聊天，我们讨论题呢。老大求放过，我们是忠心耿耿的。再跟着我，试卷继续加难度。精诚合作，精诚合作，甚好甚好，无道不孤。我正着做，你倒着做，然后在试卷中间胜利会师。无非自己不懂，问了别人懂了，懂了就有收获。人家做了，我抄一遍也好。阵型很团结嘛。允许大家坐在一起，坐一起无非是想互帮互助嘛。你们互帮互助也没用的，我打赌你不会的题目，你同桌也不会。道高1尺，魔高1丈，大家还是太年轻。为了怨念值，再苦一苦考生们，为师这也为了研发大计着想啊。可以小声交流，但看小叉或查手机算作弊。又立项，你上个项目不是刚结束吗？不歇歇就开始？什么？牛，你胆子够大！再给我一张特殊材料申请表，我申请点稀有的东西。50几种是题本上提到的，剩下10来种当烟雾弹，免得氢弹外流外哦，被别有用心的人逆求出相关技术。这些东西大概多久能到位？你要的好杂，这些东西得横跨地球满世界的找啊，难度有点高。稍等，我问一问工作人员。你要的东西需要工作人员可以去找，但危险性大，除非你加钱，重金之下必有勇夫。停笔吧，考试结束了。试卷不收，转为作业。咱们做的研发需要等一批原材料运到，货到之前，大家自行乘查书查资料，把试卷上的题目写满。宋老师万岁！
真帅，还得是宋老师。考试结束5天了，货还没到，没有原材料，实验进度也无法进行开展，真头疼。开枪！这是什么？这有什么？老大订购这些有毒植物是要干啥？没听说过。看不懂，但感觉有点害怕。这几箱东西要是扔进湖里打窝，整个湖的鱼都得飘起来。何止，往海里一扔，鲸鱼一家子都得整整齐齐翻肚皮。你个单身狗！我们今晚有约了，就不陪你了。行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拜拜。黑科技蓝图启动。蓝图已生成，普通解锁70万怨念单张蓝图，高级解锁100万怨念附赠特殊道具，提升高级解锁。本张蓝图时效10天，完成研发可获得200万怨念值及知识返点，研发失败，系统将锁死1年。来吧，开工了。第一步，配置脱分化液。我们的目标是将人的皮肤细胞进行脱分化，变为低分化细胞。猴子。脱剂化液从哪儿来？墙角那些新搬来的箱子看到了吗？里面的植物成分混合后大幅稀释，就能配制成脱净化液。有没有信心？没有。有。哪里没有信心？我什么时候坑过你们？老大，您是怎么知道可以用这些植物成分做脱身会液的？猜的。等你把图书馆的专业书看个1多半，近几十年的同领域论文刷个7七八八，你也有这本事。开工！5万怨念1粒的透视胶囊能用1整天，靠机器测这数据得1个星期期，现在只需几秒。浓度太高，全毒死了，稀释一下。配方不行，改。这配方微调，做个浓度退度。稍等，我来看。包涛嘛，这做的什么？细胞都冲烂了，长点心吧。做完手头这一组，都去吃早餐。好，帮我带饭。明白。饭来了，饭来了。老大，问你个问题。说。你这次定的化学试剂也好，植物也好，全员剧毒。剧毒的东西怎么能行呢？就算想做脱身化液，上来就得把这些剧毒成分排除掉吧？你不是学化学出身的吗？怎么还问这种问题？我打过瘦脸针吗？我这么好看，为什么要打瘦脸针？瘦脸针的常见成分是什么？哦，懂了。抛开剂量谈毒性等于耍流氓，只要将毒素稀释1000倍万倍之后，一样大有作为。多思考啊，桃，不要死记硬背，你学过的每一条知识都能做文章的。哪位？帅啊，教授，走路方便吗？下个月我老家有新春马拉松，我报名了。我这2条腿不会累，跑进2个半小时很轻松。您这岂不是耍赖？谁知道呢？这次我来给你带个大喜讯，不过暂时要保密。你这里人多吗？多，我团队几10号人，吃饭去了，估计马上回来。那走吧，找个僻静地方。真是世事无常，谁能想到半年前没腿的老头，如今成了神行太土？这要是赛跑，我恐怕得被他套圈。前几天各大科研基地征集了一批优秀项目带头人的名单，里面有我，有你。感谢唐蓉蓉，我一个新人在若月基地才待了几个月，竟然能被破格选中，她真是慧眼识珠，有领导之姿。那有好处？有个机会，你未必能把握住，你听完再决定要不要争。前沿科技大学已经动工了， 6600亩，就在若羌县，但离这里很远。
民办。6600亩的民办院校，投资者基本上都是国内的科技企业，里面只招收高分和天才，目标是10年内冲击世界最强科研院校。现实吗？一个新学校10年内想做到世界第一，听起来不靠谱啊！你翻到第2本文件就知道靠谱了。向老师去当院长，神经元公司牵头，投资了几10个亿建立脑科学学院，向老师是最大出资人，同时又就是顶尖学术泰斗，毫无争议的院长人选。难怪前几天在飞机上碰到向老师，祝贺他成富豪时，他却说自己一夜返贫。原来钱都砸这儿了，尤氏族也投资了，氏族竟然这么有钱，他不是没公司吗？想多了，尤德义是因为学术地位高才被推选为院长。不过这学校师资看上去确实猛啊。截止到昨天，学校各类国际大奖得主都有，这只是建校的首发阵容，后续还会不断聘请。这阵容想想都恐怖。这里面还有第3本文件，和咱们悦城计划法有点像啊，成果为王。对，因为你科研实力够强，如果是资质平庸的学生进去，拖个10几年不毕业也是正常的。教授，您对我评价太高了。少谦虚了，宋核素、环形山炸药、短棉片，还有我这条腿里的程序，你这些成果哪一样拿出去都够一个学者吃一辈子了，但全在你一个人身上。不是我单枪匹马干出来的，我有团队嘛。行了，过度谦虚只会令人头疼。如果你想入学前沿科技大学，眼下面临2个关键选择。您说，你想以什么身份入学？教师预备役还是常规学生？什么区别？教师预备役，春节后校园一完工马上入学。有诺奖得主、院士级别的老师亲自带你，毕业之后直接留校当讲师。常规学生，你需要完成现在的学业再入学，跟着讲师学习，学好了才能跳到诺奖院士的班级里。这还用选吗？必然是选教师预备役啊！入学早，老师牛，毕业后待遇好，毫无缺点。缺点是有的，竞争太激烈。目前私下选拔已经开始了，我看了名单，群英汇驻。有多群英？1多半的优青学者，海外顶尖强院的硕博生乃至讲师，还有些野路子的神童，各个年龄段都有，很像悦城计划，但比悦城计划多了一大堆老外。以您目前的成就，冲教师预备军有机会，但也有风险。再过10天就要正式提交报名了，你把你手头里的所有成果在报名的时候都列上，能增加胜算。多谢马教授提醒。压力给到了，必须尽快把人造胶膜做出来，去冲前沿大的教师预备云。冲上了，直接起飞，拼了！不错，烂出新高频，连浓度你都弄不明白了，在干什么？重做！你在煲汤吗？这是实验室，不是厨房。老大，您能不能像之前一样，去数据墙前面先参禅一会儿，直接给我们指个最终配方？不能，数据还太少，抓紧干活。老大，你啥时候去参禅啊？干活。宋河，你要不要试着用数据墙推导一下？大家都快熬不住了。数据不明晰啊，吕老师，我的推导必须建立在数据有征兆的基础上，空想是想不出来的。成了，老大又参禅了，好出头了，看来没饭吃了。好，顶看我来了。别瞎激动，我只是晚饭吃撑了，站着消化一会儿，继续干活。跑得真干净，脑子有点转不动了，差点忘了。找到方向了，差不多了。试剂混合完毕，问题是，我还没亲手实验，要不要打电话把范桃叫来验证？进度条涨了，看来只要脱分化液配置成功，系统就能判定，这也太棒了。脱分化液只有1种，角膜分化液却需要5种。有了非化液的配方做基础，再结合之前的题本残片推导，配方范围就能大幅缩小。开工！真是绝了！我昨天晚上走的时候还觉得这波要翻车，5天搞出脱分化液根本不可能，结果一觉想来，群里发通知传成了。
有种挂之后神仙队友单挑 BOSS 的感觉，还挺不好意思的。只要能在老大的队伍里苟住，以后在学术圈封侯拜草绝对不是梦。想留下来可不容易。以前我还觉得自己水平不错，在这儿只感觉自己好菜。菜就多练。老师好，老大早。脱具化液我已经做好了，每个实验台我都留了几瓶。接下来的任务，大家自行制取低分化状态的猴子细胞。谁提前做完手头的工作，就自动来找我领活。兄弟们，快过年了，咱们争取年前把人工角膜做出来，到时候我给大家多发点奖金，全当新年红包。老大万岁！开始干活。宋河，我这化学大师开始上线，调配化学水平还是太差了。桌上这些瓶瓶罐罐，研发开始前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。等春节后去了前沿科技大学，必须找个化学专家好好补补课。话说回来，要是没有系统的蓝图外挂，想在自然界几千万种化合物里找出正确的脱羧化液和角膜分化液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老大大，我这里完工了。这进度太快了，肉眼可见的变异速度，最后一层要成了。进度80%，还剩最后一步拼接，配置拼接液。双重外挂，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。基底细胞、胶原纤维、六角形内皮细胞，几亿年进化出的结构，薄的只以微米计算，就像层层叠叠的微观汉堡。细胞开始主动抓取晶莹剔透的整体。蓝图弹出了，有团队帮忙就是快。年前完工，正好能赶上成华公司的新品发布会。不过数学怎么也升级了？难道是建立数据模型的功劳？你们什么时候全凑过来的？跟半夜见鬼似的。老大，怎么样？成了！我明早去结项，等结项一过，咱们放假发奖金。谁啊？哟，大清早的，什么业务？要钱还是要设备？结项，人造眼角膜，完事儿了。这才几天？我在这批了成百成千个项目，世界级难题几天就结案的。你是第一个，填单子吧。不过你这个后续验收会比较麻烦。怎么说？你申请时填的是临床可用级，上面大概率会要求你提供成品，找个市民患者做实地验证，看最终效果。没问题，我做的技术绝对过硬。过年留在若江吗？基地准备给留守研发的团队办个新春晚宴，留的话我给你登记。不留了，春节期间得离开一趟，公司那边积压了不少事。再说了，忙这么久了，该放个假回去休养休养。好吧，那提前祝你过年快乐，也祝你新春愉快。我走了。宋兄，借这么多书，马上过年了，我准备回趟老家，你不休假？休不了啊，刚接了几个数学任务，况且我现在的排名还在5200多名，马上定选截止了，急死我了。可惜我不能陪你了。虽然我人不在若乡，但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手机联系我。加油，好好冲刺。好兄弟，在心中觅。我会加油的。明晚7点10分火箭发射，环形山炸药和沙洲炸药同时纳入启用，看看效果。需要我做什么吗？不需要，只是给你说一声，感兴趣可以看看直播。上级要求了，找个志愿者试一下你的实验成果，成功了才算结项。好，哪天进行实验，我让团队做准备。越快越好，你的意思呢？如果方便的话，今明2天就可以做。等患者飞机启程了，我通知你。好。
来了，干活！打起精神，别出错，把握好各层膜的厚度，误差绝对不能超过5%。前后弹力层完成，机制层完成。废了一片，稳住，还有3片。宋河，刚做好的翼状细胞，上皮细胞层完成，内皮层完成。第一个坏了，第二个有瑕疵，勉强能用。别紧张，老大，你肯定行。第3个完美，让医生优先用第3个，第2个备用。怎么都不说话？又不是咱们做手术，咱们的活干完了，聊聊天放松一下。老大，您说这次能成吗？看医生技术了，不出意外是没问题的。老大，您知道是谁接受移植吗？一个西域美女。老大，她眼角膜是怎么坏的？当然是玩手机玩的。好，我明白了，谢谢你们辛苦。刚刚手术团队的主刀给我打电话了，咱们的人造眼角膜大小厚度非常合适，手术圆满完成。不过患者现在眼睛贴纱布了，具体效果明晚7点左右正式接纱布才能知道。我怎么感觉又找回了当年刚毕业时享受实验的那份激情？注意左边，敌人方位在左边。还有10分钟，火箭发射，帕提满拆纱布。伙计们，主刀医生发消息了，问我们要不要看患者拆纱布的直播。要。好，那我现在接通视频，投在大屏幕上，所有人都围拢过来。发射倒计时5分钟，10秒倒计时，10、9、8、3、2、1，起飞！能看见我吗？能看到。火箭进入预定轨道，发射圆满成功。大家先别急着高兴，我宣布件更值得高兴的事。昨晚我刚和城隍公司董事长沟通过，这段时间的研发的奖金很快就会打到各位账户上。这道题绝对不选 C， 我和赵依依昨晚算了1个钟头，绝对是 D。他就选 C， 你说选 D， 最后那几步你推得出来吗？还不是靠猜？这是选择题，猜也是解题手段，你最后几步不也写不出来？我猜的有理有据，你猜的傻里傻气。不信让袁大师占卜一下，看来到底是不是 C？ 我这占卜不出来这种东西，学数学能不能别投机取巧？选 C， 选 D， 就是 C， 绝对 D。你们 CD 钙奶喝多了是吗？我看看这一题选 A。河神，你终于回来了！知道回来会受欢迎，但这阵仗，耳膜快炸了。那什么，月城计划你是不是参加了？国家机密。你现在搞数学还是生物？国家机密。你是跟着大佬学，还是自己带队研发？国家机密。没劲了，宋兄，怎么全是机密？稍微透点不打紧的呗。咱能干赢老外吗？处对象没？都是国家机密。嗨，围成一堆干什么呢？上课！老师好。宋河，你跟我出来。